Hello，我是 Jeff。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人们是怎么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的呢？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流传一个关于男女配对的实验。这个实验呢，其实可以很简单、很理性的解释什么是选型配种。那选型配种呢，就是在讲说，无论人类还是动物，其实很多都有龙配龙、凤配凤、帅哥配美女的这个情况产生嘛。这种倾向呢，就叫做选型配种。那这个实验最后的结果非常有趣，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实验吧。实验人员呢找来了100位正值青春年华的这个大学生，男女各半，然后制作了100张卡片，卡片上写了从1到100，总共100个数字，单数的50张给男生，双数的50张给女生嘛。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卡片上面写的是什么数字。接下来呢，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些卡片贴在这些大学生的背后。实验规则呢有4条。第一条就是男女总共有100个人嘛，男生是单数，女生是双数。第二条就是编号是从1到100，最大是100，最小的是1。但是呢，受试者并不知道最大的数字就是100。第3点就是呢，这个背号是贴在你背上的嘛，所以只有其他人会知道你的数字是多少，你自己是并不知道的。第4点就是呢，大家在交流过程中可以说任何的话，但是就是不可以把这个人的编号告诉他。实验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去找一个异性配对。只要2个人加起来的数字越大呢，得到的奖品就会越高，奖金就会归他们所有。然后配对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其实这个实验设置是蛮简单的啦，就是要男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异性嘛，争取能凑到最大的总和。那因为这个实验是有奖金的，奖金金额呢就是你的编号总额翻10倍。所以说，比如说83号男生如果找到74号女生配对呢，那2个人就可以获得83加上74乘10，总共$1570的奖金。但如果2号女生找到3号男生配对呢，那2个人就只能拿$50了。好，实验开始。由于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背后的数字因此首先就是观察别人嘛。很快分数高的男生和女生就被大家找到了，比如说99号男生和100号女生身边就围了一大群人，大家都想说服他们和自己配成一对嘛。对啊，有的人天生就自带这种女神或是男神的光环嘛，每个人都想跟最好的男生或女神配对。但是人类是有1夫1妻制的嘛，或者是说这个游戏有1夫1妻制，所以人不可能同时跟 N 个人配对，这种高分者就会变得比较挑剔。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分数具体是多少但是他们一定会知道我的分数是比普通人还要高的。为什么呢？看看围在自己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嘛。从这些追求者殷切的眼神就能看到说，我的分数其实是蛮高的。所以呢，那些碰壁的追求者迫于无奈呢，只能退而求其次嘛。比如说我原本是想要找一个超过90分的人配对，慢慢的发现80分也可以，甚至最后有70分、60分也就凑合着经过这个实验了。但是如果那些背后数字很小的人就比较惨一点点，他们就会到处碰壁，到处被拒绝、被嫌弃。所以有一位学生事后就表示，在参加了这场游戏之后他对人生理解就有点不同咯。因为他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感受到人间的冷暖。他的背后数字太小了，所以呢，要找一个愿意配对的人呢，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最后大家想出来的方法不外乎就是2条路嘛，一个就是大家找个差不多凑合就算了，比如说5号和6号配成一对，虽然奖金只有$110，但是那也好过没有嘛。第二就是和对方商量，如果你愿意和我配对的话，那么拿到奖金的时候就不是对半分咯，我愿意给你更多，比如说37分、64分之类的。如果把这个行为类比成现实生活中的婚姻的话，可能就是像是交易婚姻交易的条件可以是房子财产其他物质或是假结婚嘛，这种东西。那经过了漫长的配对过程呢，眼看时间就到咯，还有少数人没有成功配对，这些人没有办法，就只能赶快草草找人配对完成任务嘛，因为单身的话是拿不到奖金的。最后的倒数阶段，没有配对的人都随便找了一个人，当然啦，也有人就是坚持不配对的，保持自己是这个单身状态，然后实验就结束了。这个实验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人的配对对象，他们背后的数字都非常接近自己的数字。换言之呢，就有点像是这个中国古代说的门当户对啦。比如像是55号男生，他的对象可能有80%的可能性是在50到60号之间的女生，2个人数字相差20以上的情况呢，就会比较罕见一点。好，在继续聊之前呢，想先说一点，就是以上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这个实验版本的内容似乎和原作它是有一本书的。这本书它关于浪漫关系的章节的描述不太一样。其实章节之中只有一个虚拟情境，它大概就是这样子说的啦。想象你进入一个派对，当你进门之后呢，主持人写了些什么在你的前额，他告诉你不要看镜子，也不要向任何人询问。你环顾四周，发现其他人的前额都有着1到10不等的数字。主持人说呢，你的任务就是去与愿意与你交谈的数字的最高者配对，很自然的你就会走到10号嘛。他看了一眼，瞥了你一眼就走了。再来你找了9号和8号，然后依序下去，直到4号向你伸出手，最后你们就一起去喝了一杯。那原作的这个简单的游戏就是在解释什么是选型交配嘛，这是一个基本程序。
当你和现实生活中潜在的对象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呢，通常高分的会和高分的配对，低分的会和低分的配对嘛。每个人都有其价值，那当然在这个派对中，这个数字就很清楚的被写在你的前额嘛。在与别人的互动中呢，得到的反应，你就会让我们发现自己在社会阶级中的地位，并找到与自己拥有相同的情况与渴望的人。当然了，网络上流传的版本和书中的原版其实是有相似的概念。单纯以实验内容来看呢，其实就是有2个点嘛。第一个点就是你只要看谁边上围着的人多，谁就是数字比较大的人嘛。而那些孤苦伶仃的人呢，你一看就知道哦，肯定是数字小的。通过这个方法，你就可以很快的筛选出目标对象，这就是所谓的多数选择嘛，光环效应啊。类比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校花校草，或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嘛。还有一个点就是小数字追求大数字的人呢，一般都会比较辛苦，因为要大数字的人接受小数字的人才行。因此呢，追求方通常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行。但是更大的可能呢，是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对方也不理你嘛。那这个实验中是有奖金因素，但现实生活中你要考虑的因素可能就更多了嘛。然而这类的心理学实验虽然可以比较理性和简化的解释人类的这个恋爱或是配对行为，但是要注意这是理性和简化版本的。这个实验其实刻意忽略了几件事情。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遇到的人远远超过了实验的人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现实生活中就像是你的生活空间、生活圈子、地域限制，你其实没有办法去看到每一个人背后数字是多少的。再来就是我们每个人在遇到一个异性的时候出于本能就是会开始评价对方的价值，但是人类价值其实是非常难评估的，没有人会把自己的数字贴在自己的背后嘛，让其他人看嘛。而且人们还往往会故意夸大自己的价值，所以你在你深入交往之前呢，其实这个分数到底多少很难评估的。第三个点就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对情侣他们的结合都是相加有的人看似是正数，但是你可能跟他结婚之后发现其实是负分。这跟像是价值观性格、相处情况或陪伴这些比较难以衡量的东西更有关。这个实验的分数或许只能表达比较客观理性的部分，像是财产、学历、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外貌出不出众等等。第4个点就是这是一个局限于一夫一妻模型之下的实验嘛。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当然就更为复杂了，也有可能一个人可以同时有不止一个伴侣当然台湾是一夫一妻制但是多选的状况并没有被算在里面。第5点现实生活中男选男、女选女是可以被允许的嘛。而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就不是单纯的异性分数或是单纯的选型配种可以去解释的了。第6个点就是现实生活中其实还存在如果你不选，但是还是拿到对方背后奖励的这个情况出现嘛。毕竟实验的配对就是一夫一妻制，这是一个结婚的概念，但现实生活中你与人谈恋爱并不一定要跟对方结婚所以我想这个实验让我们知道的就是，如果爱情是一个很精确的匹配的游戏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价值有多高嘛。这就是实验中的你背后数字的大小。而你采取什么办法去谈恋爱呢，可能都是次要的。如果你很理性的来说，这可能是对的，因为如果你觉得婚姻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交换，就像什么经济学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量化，你可以用等额的货币来取代，那样的话这就是合理的嘛。但是我们其实都是有感情有弱点的动物，婚姻或是谈感情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这种利益交换有时候是不对等的，而让它不对等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变量，这个变量就叫做感情。现实生活和这个实验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实生活就很复杂嘛，一个人价值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体现出来的，而且我们很难去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价值观标准都不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元很多各种不同的爱情嘛。虽然说这个社会的风潮是由大多数人去决定的，所以当你看到社会的价值观倾向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大多数人的标准，比如说要找有钱的，要找帅的，要找美的，但是大多数人就一定是正确的吗？他们也许自己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对待他们的爱情所以在这种复杂的择偶行为中我们本身的条件或许并非是唯一的原则对方自身的因素像是偏好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会对择偶的行为有变化。另外在不同的群体中，甚至对不同的人来说，所谓的价值或是价值观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嘛。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的爱情选择嘛。有的时候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由荷尔蒙社会、经济、文化、人格、个性、依恋模式等等因素交错而成的一场必然的偶然，所以它其实就不是一个
非常精确的匹配游戏。所以你的爱情是被这些条件或是风潮所困，或者是你可以有自己的爱情观呢？这全部都是由你决定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 Jeff，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